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听我们最新的单曲。还有，特别感谢这位人类，空中花园的指挥官，补上了今天鼓手的空缺，真的非常感谢。不好意思，今天的演出就到这里了，请大家以后也要关注霹雳火花乐队。凯莉不在，还以为今天肯定要搞砸了，还好有你帮忙。作为占用你时间的答谢，我们请你去瓦西的小店喝秘制鸡油酒吧。很快了，到时候一定请你来听。除了我们霹雳火花之外，还有很多别的演出，乐园节会很热闹的，一定不要错过。
只是想让卡列尼娜试穿一下艺术协会新设计的涂装，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好像很不愿意。就算有什么地方不满意，那也要穿上，我才好反馈让设计师继续改。等等，你难道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是什么？样式啊，样式，那完全不是我会穿的类型，好不好？到底是基于什么才会设计出那种款式的涂装啊？奇怪，这套涂装不是你自己申请的吗？我记得订单上写的收货人是你来着。不对，我才不需要这种涂装，绝对是哪里搞错了。等卡列尼娜穿上就知道了。都说了，肯定不合适了。指挥官，怎么连你？哎，对，如果连试都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呢？只是试试的话，但知道了，好歹是艺术协会花了人力物力做出来的，如果穿都不穿，也挺浪费的就是了。那么，请指挥官稍等一下。当当当当！指挥官觉得怎么样？这套涂装的设计在艺术协会内部也广受好评哦。穿在卡列尼娜身上之后，简直超级无敌完美！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这种一点也不适合我。你确定吗？你该不会早就和艾拉串通好了吧？我们艺术协会制作涂装的一大准则，就是让人们发现自己尚未察觉的魅力。不过说到底，还是要当事人认可才行。如果卡列尼娜实在不喜欢的话，哟，艾拉，找到你了。灰鸦的指挥官和队长也在。布偶熊，你怎么在这？我来找艺术协会对接工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继续休你的假就行。哦，你已经换上这套涂装了吗？我以为至少还要2-3天才能做好呢。布偶熊，果然是你搞的鬼，对不对？怎么了？难道不合你的口味？不应该呀，我觉得至少比平时的你看上去要亮眼3倍左右。你意外的还是个挺不错的衣架子嘛，也不枉大家改了那么多遍涂装需求。可惜，早知道就出一套次一点的方案给你，这套留给我自己了。你说大家？是啊，之前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套新涂装吗？队内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合伙送你一套。虽然不想承认，但平时你还是挺照顾我们的，就当是回礼了。一开始是想着做成比较休闲的样式的，
但不知道是谁提了一句，队长好像私底下喜欢听摇滚乐。你一嘴我一嘴，最后就改成这样了。我们还参考了很多黄金时代的资料呢。听说那会儿的年轻女孩唱歌时，都穿成这样。你们参考的资料绝对有问题吧？艺术协会收录的视频素材虽然数量有限，但质量和真实性上绝对童叟无欺。我记得这些资料都是雷奥尼搜集起来的。哎，黄金时代还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装扮，叫什么偶像来着？总之，实际看上去不也挺合身吗？不如直接穿着这身在乐园节上演出怎么样？我说你呀，你不知道吗？最初只是觉醒机械们自行发起的活动，形式大概就是画廊、演唱会和花车巡游之类的。艺术协会知道他们要在康斯塔雷耶举办节日后，干脆想着要不要把规模办大些，让人类和构造体也参与到里面来。正好工程部队在以康斯塔雷耶为中心架设纯净区的有线网络，等竣工之后，这里的演出应该能同步转播到新宝玉区，就当是信号测试。工程部队可是在节目表上抢到了一个压轴的位置，不过预定上台的2位好像被纪检的人逮到在工作时间偷懒排练，被抓走关了禁闭。我看看，好像是双人乐队组合来着，那2个人也是艺术协会的挂名成员啦，偶尔也会在沙龙上演出。我知道，工程部队的人被他们拉过去捧过一次场，结果那次去掉我们自己人以外，根本没别的观众。所以说，不如你来顶上，让平时灰头土脸的工程部队队长在关键时刻闪爆全场，绝对很有节目效果。你想得很美，但是我拒绝。还有，谁平时一直灰头土脸了？你说什么？就算你这么说，好久不见，空中花园的各位。我这边应该是初次见面，不过如果各位前些阵子去过九龙的话，应该有过几次演员。九龙和阿迪莱、希克，阿迪莱收到了邀请，所以贾米拉派我来，顺便看看这里有没有生意可以做。邀请函，机械体他们做的吗？还有这个落款，我记得黄金时代是有类似名字的企业，但帕迷氏爆发后，应该已经销声匿迹了。他们似乎还办了一家经纪公司，给组乐队的机械体出谋划策，这个应该也是类似的东西吧？九龙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我记得朝风大人当时的表情还很惊讶。这不是很好吗？参加的人越多，节日也能办得更热闹。对了，关于乐园节，我希望知道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方便阿迪来开展下一步商务合作的计划。
这阵仗也太大了吧！好厉害，居然能想到用这种方式给全城的人发邀请。虽然事后清理起来会有些麻烦。切，别问，跟我走就是了。不好意思，我和指挥官有事，先走一步。对了，布偶熊，要是实在没办法，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也可以。应该没人追过来吧？跟上来你就知道了。我的一个小据点，你刚才不是提到了乐队吗？就带你来这里看看喽。之前在这里驻守的时候，射手帮了一群觉醒机械，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的使用权当做谢礼送给我了。那之后，我就会把从地面上收集到的和一些不好带回个人宿舍的东西放到这里。唉，不知不觉就堆了那么多了。哦，对了，这里除了你之外就没别人知道了，记得保密。要不然，哼，不是我自夸，这些收藏还挺稀有的。虽然最想找的东西还没找到，但这些也足够让艺术协会的人眼红好一会儿了。音色不错吧？之前碰到一个叫齐斯克的机械体，他教了我原理之后，我自己一点一点调的。你也认识他吗？我看过他们乐队的演出，虽然这么说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队员，但确实要比工程部队的那2位好多了。之前他还邀请我当他们的外援来着，听说他们的成员老是玩失踪。因为我平常没那么多时间，而且我确实也算不上懂乐器，收集这些老古董只是我的一个小兴趣罢了。这不是没办法吗？总不能让布偶熊他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名额浪费掉啊！最近工程部队一直在忙建设纯净区的事，我这次休假也是布偶熊他们向上头申请的。现在看来，总感觉是被特意安排了。或许吧，真是服了他们，一个个做事都那么拐弯抹角、扭扭捏捏，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喂，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觉得这套涂装适合我吗？真的吗？不会觉得这不像我吗？哼，你最好说的是真心话。难得的机会，做一些平常的自己不会去做的事。倒也蛮有意思的。好，我决定了，参加就参加吧。要是到时候丢脸了，下次我就把全工程部队的人都拉下水。你也要来帮忙？当然了，不然为什么我要把你带到这里啊？你不是说很合适吗？总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吧？编曲、填词，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设计舞步。从现在开始准备的话，要花不少功夫呢。没关系，我也是外行，不用有太大压力啦。不过，哪怕只是娱乐性质的演出，也不代表玩玩就可以了。既然参加了，就绝对不能敷衍了事。如果最后有评奖环节，那我们就必须要按冲着拿第1名的气势去做。离乐园节开幕还有1个星期，汇演则是会放在乐园节的最后一天。时间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总之，先尽全力去准备吧。